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穆迪，欢迎回来频道。今天分享我特别爱的一些日本的美妆好物，它们都是我回购了很多次，我数了数，有的大概我都回购了20瓶，不管我用多少新品，最后都会用回它们。洗粉扑的清洁剂，大创这个粉色瓶子的粉扑清洁剂，它后来又出了很多种新的，有蓝色瓶子，那是洗刷子的，还有一个高瓶子的，那个也是洗刷子，也可以洗粉扑，但那个没有这粉色瓶子好用。就这么多用下来，就这一款是最好用，洗得最干净的。你看我买了多少，这都是囤货。然后这个是我现在正在用的，马上用空，几块钱就可以把你的粉扑洗得像新的一样。像一般洗涤剂呢，只是说洗得干净，但不会把它洗白。大创这款就像有漂白剂一样，就滴在哪里，那个粉扑上面的颜色、润色、染色全部都不见了。然后洗刷子我也是用它，1秒洗净，不用使劲打圈啊，要洗很多遍都不用，对刷子也是一种保护。然后也是清洁剂，小林制药这个洗内衣的内衣清洗剂。女生真的离不开这个，它可以把你内裤上面的分泌物洗得特别的干净，也是像不存在了一样。你可以泡一下，比如你滴在上面之后，拿手稍微揉搓，然后你就放在那里，放个5到10分钟，然后你再轻轻一搓，用水就完全冲掉了。如果你来大姨妈了，有可能那个内裤沾上一些血渍，也是可以洗得很干净。它里面的表面活性剂是可以分离污渍的，你不用担心内衣上颜色有一个印记会洗不掉。日本这些清洗剂真的是有一些黑科技在里面啊，怎么可以什么东西洗完都像新的？我现在最爱的底妆粉饼全部都是日本的，它们真的是服帖不卡粉，持久度又很强。我自己不太用粉底液，因为我用粉底液之后容易爆痘。粉饼其实它里面的脂类还有很多的油脂类添加剂是很少的，因为它毕竟是粉状嘛，某种程度来说是更适合敏感皮、容易爆痘的皮肤，能做到和粉底液一样服帖的。先说给大油皮用的，我非常推荐，这也是说过很多次的 BCL， 我的年度爱用也是这个。它是一个底妆粉饼，它有很多颜色的壳子，最白色号是黄色壳子，它唯一的问题就是它颜色不够白。如果你是黄200左右用它可以，如果是黄100的话，它会让你的脸稍微暗一点，你最后要用一些提亮啊，让它白回去，这也是它唯一的问题。除了色号，一切都很完美，持久度可以高达8到10小时，持久力惊人。最厉害的是你打底即使不做好，你脸上有干皮，它上去都不会卡粉。它的粉质是不会太湿润的，是比较干爽的，所以就这一点来说很适合油皮。你到下午即使出油了，你油浮在上面，那个粉都不会浮上来。Make Up For Ever 的底妆粉饼控油力可能只有它的一半都不到，唯一就是色号，如果你是黄200你就买它就好了。如果是黄100普通的肤质没有那么出油，我很推荐 Integrate。Cosme 大赏持续排名第1的粉饼，不是噱头，是真的好用。我也是铁皮了，刚刚用完一个，我还有一支替换装，它很好，是你可以买完这个壳子，买一次之后，你持续买替换装放进去就好了，很环保。它们遮瑕力全部都可以达到一个8、9成，差不多到9成的状态了，完全把你所有的瑕疵、你的痘印都可以遮掉。这也是我为什么那么喜欢用粉饼，我觉得遮瑕这方面粉底液是怎么都比不过他们的。如果你用粉底液想达到一个全遮瑕状态，你上了粉底液还要用遮瑕膏、遮瑕液各种的往上面叠，那它不用。如果需要叠加地方，你再用粉扑再按压上面就搞定了，特别快速。它的控油力就一般，比 Make Up For Ever 可能还是好一点啊。到下午补妆之前要稍微吸下油，然后再补。粉异常服帖，它就有一点更软糯一些，那个粉明显摸上去顺滑感要更强。这些粉饼给大家一个小 tips， 你每一次上底妆粉饼之前一定要用一个透明白色蜜粉先去控油，先让脸干爽，然后上这些底妆粉饼才不会卡粉。脸上假设你有防晒什么，它是
有油有水的嘛，你再上粉，它们和粉是肯定不溶的，你粉之前一定要是干爽的，和粉底液的上法不同。粉底液因为它本身液体嘛，你之前有防晒也没有关系，它不会不融合，但粉就是一定要粉加粉两个在一起叠加才不会斑驳啊。我后来又买一个替换装嘛，都是最白色号是00号，这是目前我用到日本的粉饼里面最白的，有出最白色号的粉饼了，其他全部都是蜡黄啊或者比较黑比较深的那种，他们都喜欢自然肤色的，不像韩国的一些粉饼都是偏白的，日系粉饼全部都是偏深的。透明蜜粉，日本最火的就是这个，确实是好用。Club 晚安粉，你可以把它当做睡前去用，其实也不会堵塞毛孔，像他们说什么晚安粉会致痘啊，其实不会的。但它就是一个治标不治本，你不要指望说它真的能从底层控制油脂分泌，会减少你的黑头、你的粉刺，那些还是要用水杨酸、A 酸这些真正调理油脂、疏通毛孔的成分。那晚安粉对于我来说，主要就是一个铺防晒的效果啊，脸有点油啦，稍微铺一层也不会破坏你的妆面。尤其你在底妆粉饼之前，一定要用这种透明的散粉或者透明的粉饼去压一层，让脸干爽，然后再上底妆。我透明散粉有特别多啊，如果你们想看一个合集的话，我之后会出。那 Club 晚安粉好就好在它比较方便嘛，这是我又回购了一支，它有各种颜色的嘛，我买这是新出的，叫什么有 VC 成分的美白粉饼，便宜大碗是最重要的，它有26克，能用很久。现在散粉真的越做越小了，其实就是变相涨价啊。原来可能10克，现在给你变5克，所以买的时候你不仅说要看它这个价格划不划算，你还要看它的克数。然后再推荐一个我是新买的吧，不能算是多少年的回购品，算一个新品，但也非常好用，我以后是一定会回购的。就倩丽的这高光粉，我觉得它比我之前买的校色这个要好用太多了。校色也有一个这种亚光高光粉，有点遮瑕的粉饼，提亮的泪沟这个区域我都不用遮瑕膏啊，我就直接把这个粉叠在眼下，那个泪沟就消失了，完美的隐形。而且这个粉就好在它是有点偏肤色的，有点偏粉肤色，融合度特别好，一下子就和你本身的皮肤好像一体一样，不会很突兀，说白白的那一条线在那儿，而且它粉质很细，不会陷在我眼下的干纹里面。尤其你年纪越大，你会发现眼下干纹越来越严重，粉粗的真的一下子就凸显出来了。是倩丽的01号，是有点偏粉肤色。这个腮红我每次去日本旅游一定要用它， Excel 的 SB02 这个单色腮红，它就是日本樱花妹的颜色，是粉嫩的，但是不会显皴，特别自然。它那个粉色是融到你的皮肤里，好像那种羞涩感那透出来的少女粉，不会让人觉得你涂了很厚重的腮红。而且我喜欢它里面带一个刷子嘛，我现在都是把它放在包包里去补妆，这刷子也蛮好用的，它是一个斜角刷，也不扎，用起来很舒服。眼影也是 Excel 的， Excel 绝对是被低估的啊，每个人需要人手一支。 Excel 的眼影它晕染的特别的方便，你不需要刷子，你什么都不需要，你用手指稍微一晕，就好像你很认真坐在那里画了2个小时妆容一样。我之前用完一盒是 SB05， 那是比较粉嫩的，然后这一块是比较大地中性色系的 SR03， 它是暖棕，温柔显嫩，不会显得眼睛很肿，不管你是肿眼皮、单眼皮也好，都会放大你的双眼。我特别喜欢它第二个这个米棕色，这个米棕色它有点偏粉，我单用它就很好看了。我有时候懒的时候根本不画眼妆，我就单擦一个它涂在眼皮上就搞定，然后晚上卸妆也很方便，不用特意去卸眼妆，但眼睛就显得很深邃很有神。日系口红我买了蛮多的，我最后推荐的用的最久的竟然是这个倩丽的，也是倩丽的白管，也叫白胖子。因为倩丽也出了这个金管嘛，我金管有几支，但我觉得金管的质地不如白管。
白管它叫润彩唇膏，是属于有一点偏亚光，但是又带一点shine在里面，就不是很嘟嘟唇水光，不是那样的，有点像我们传统唇膏的样子啊。现在这个年代，所有的口红全部都是水光镜面玻璃唇，我不想要那样的妆效了，我就想要一个正常的口红。现在正常口红都很难找了，涂在嘴上又显色又滋润又不干，特别舒服，涂一整天，到下午你就随便擦啊，你把它擦掉，嘴唇也不起皮啊。我最喜欢的是这2个色号，一个是505，是我今天涂的奶茶橘色，这绝对是一个被低估色号，因为他们家最火的是504南瓜橘色，那个颜色在我嘴上还蛮灾难的，特别的荧光，反而这个奶茶橘色特别自然，减龄感会更好一些。我把所有的颜色都试了，这2个颜色真是最适合我的，一个是505，一个是402。402就是复古砖红，非常显白的粉红色，气场很强大，一涂上它感觉女王气质就出来了，你就是女主范儿。每次擦完它，你会觉得你整个妆容怎么那么精致，那么好看。算是一个护肤类的，但我就是拿它当口红打底。科润这款比 DHC 的唇膏好用太多了，滋润度也好，然后它也不会很油，不油不粘，不影响你口红的 finish 啊，不会糊嘴巴，没有不吸收的那种辣感，属于渗透感的薄润，润到你的嘴唇里，但不会很有存在感的那种，而且是纯颜星人认证，用它你是怎么都不会过敏的，无色无味，无酒精，无香精，孕妇可以安全使用的。下面是我回购的各种护肤品，看我这个是那个日本的免税袋子里面，你看我回购了多少支这个卸妆油。我说过很多遍了，如果你之前看我的视频知道，我几乎每个空瓶季都出现它 Kao Brand 无添加卸妆油，用了10瓶得有了吧。它和其他卸妆油最不一样的就是它特别的轻薄，成分特别精简，没有那些厚重的植物油啊，尤其刺激精油，它没有那些让你爆痘的成分，用起来很安心，也是敏感肌认证的啊。我喜欢它还有替换装，我每次之后就买替换装就好了，也是很环保，乳化特别快，你不需要怎么使劲去揉搓啊，你就涂在脸上，乳不乳化都可以把你所有的彩妆洗掉。我懒的时候用它都不用2次清洁的，脸完全没有任何的残留。我每次用一些贵价的卸妆油，我都在问自己，为什么我不用回它？应该也没有博主会给它做广告吧，因为这东西真的太便宜，太好用了。我的防晒霜也是各种回购啊，妮维雅的 Water Gel， 说了800次的水感啫喱防晒，它就像水一样，擦在皮肤上你感觉不到任何负担，不会粘你的衣服，你涂在皮肤上就不存在的感觉。所以我特别喜欢拿来擦身体。那夏天很热嘛，有时候不喜欢身上黏黏的，尤其你出汗啊什么的，就更不想再给它多一层东西了。那这个水感防晒简直是完美的防晒，高性价比，这么一大罐有140克，涂的量大也不心疼，而且它是这种水感的嘛，你晚上沐浴液是可以洗掉的，不用特意去卸妆啊。防晒力也是够的，只要你不是大暴晒，像一般通勤防晒或者是出去几个小时1-2个小时这种是没有问题的。如果你比如说我想在海边暴晒4-5个小时，那是不能用它的啊，那个你只能用安耐晒啊，或者我喜欢的 Ali 那个防晒也是防晒黑能力比较强的，那这种就比较适合日常使用，成分很精简，这是为什么我一直在回购，不会给你皮肤造成负担，没有香料。那这款孕妇能不能用呢？我是不建议，因为孕妇我只推荐你用纯物理防晒霜，就只含氧化锌、二氧化钛的。那它是化学防晒剂嘛，又是新型化学防晒剂，目前没有很多的数据去说孕妇一定可以安全使用。我会建议孕妇你就做好硬防晒，就不要去暴晒，你穿个防晒衣，戴个帽子什么的，减少这种不必要的暴晒是最好的。好，这个也是在我之前空瓶季出现的资生堂旗下的水之印5合1面霜，我后来又用了肌研啊，我觉得不如那个好用。
这个蓝色罐子呢，也是它其中一款，它一共有3款，有红色罐子、黄色罐子，还有这个蓝色罐子。蓝色就是偏美白的，我主要喜欢它是乳白色的质地，保湿力更好。同时它有一个4-SMK 的资生堂专利美白成分，它兼顾了抑制黑色素还有去角质2种功能。它有点像酪氨酸酶抑制剂，帮你抑制黑色素，里面也有一个和水杨酸很像的成分，功能有点像，可以增强角质细胞的代谢，促进角质细胞的正常分化，不会容易有油脂的堆积，减少黑头粉刺的。所以每次用完它觉得皮肤怎么那么稳定，状态怎么那么好，就是因为它里面成分是多功能的。他说自己是5合1嘛，有面膜、乳液、精华、化妆水、面霜，集合一身的高渗透的滋润度，皮肤用完像喝饱水一样，能持续停留那个弹嫩弹润很久。尤其像我们早8起不来床的，你用它一个就搞定了，妆前也搞定，美白也搞定，补水面霜都搞定。还有2个我回购了的我很爱的面膜，它是这种1袋7片抽取式的面膜，一个是 Lululemon， 一个是这叫 Quality First。这2个都挺好用的啊，它就更偏抗老一点，它就说更偏除了抗老还帮你缩毛孔。那这个紫色面膜我是很推荐的，我现在每次在家做完点阵激光我都用它，觉得修复力极强。它是属于这种抗老提拉紧致的面膜啊，它里面有外泌体的成分。那我们知道外泌体如果你注射的话就是促进胶原蛋白效果嘛，如果涂抹式呢，它就是那种高级版的修复精华的能力，帮助你减少刺激反应，提高皮肤的耐受力，并且它加了 EGF 寡肽生长因子，特别适合医美术后来使用。我特别喜欢这些面膜全部是纸张很软很贴肤很亲肤的那一类型，不会说上面硬硬的啊，那个水分没有了好像会干掉，那它不会。我在家做完激光用它立马可以减少泛红，退红退去了至少50%，用完以后皮肤很有弹性很有光泽。而且这种抽取式的你就把它当做一个化妆水湿敷的效果了，你可以天天用或者隔天使用。尤其如果我们白天晒伤了呀，觉得晒得有点红了呀，晚上一定要用它敷一下，用完它皮肤真的会变水润，很有弹性。好，以上就是我回购 N 多次的一些护肤和彩妆，没有任何广告成分，性价比超高的产品。我之后还会出更多的合集，如果你们想看，比如韩国的一些回购 N 多次的啊，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品牌，都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。不要忘记订阅点赞哦，我们下期见，拜。